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课程的第10讲。在开始第10讲的内容之前呢，让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前9讲的内容。在第1讲至第5讲里面，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变量，而其中核心的变量主要是2个。这2个变量呢，电压和电流，在中学阶段也出现过。我们在大学阶段更强调它们的参考方向。有了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定义功率。但是在大学里面，我们有吸收的功率，我们也有发出的功率，这都取决于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。那么在第6至第9讲，我们主要讲的是元件。在那里呢，我们主要讨论了2大类元件。第一大类元件是独立元件，这种元件呢可以有电阻，那么它的本质特征就是阻值；可以有电压源，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符号和它的大小；可以有电流源，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流向和大小。那么除了独立元件之外，还有受控元件。受控元件可以分成2大类，有受控电阻，比如说开关，也比如说有 MOSFET 的这一段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受控电源，它们就类似于 MOSFET 的这一段。这些都是元件，这些元件上面的关系，比如说电阻上面 U 等于 R 乘以 I， 电压源上 U 等于 US， 电流源上 I 等于 IS。 理想开关、受控电压源、受控电流源、MOSFET 这些的电压电流关系，我们都叫元件约束。光有元件约束不足以求解电路。在这一讲里，我们即将讨论非常重要的基尔霍夫定律。基尔霍夫定律可以叫做拓扑约束。有了元件约束，有了拓扑约束之后，我们即将在第11讲里讲授2B 法，将这2种约束结合起来，从而可以求解出任意复杂的电路。这就是我们前2周课的框架体系。